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官宣纪梵希全球代言，她凭什么打破天花板？内幕震惊全网。赵丽颖正式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代言人，千亿女王气质与品牌碰撞出全新火花，粉丝狂欢背后是时尚领域的一次双赢突破。近日，关于纪梵希美妆与赵丽颖的合作消息可谓是风头正劲，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在众多粉丝的期待中，赵丽颖正式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代言人的消息，无疑为她的演艺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赵丽颖的美丽与魅力得到了众多粉丝的认可。她不仅在演艺圈有着出色的表现，更因其超一线女演员的身份和千亿女王的气质，赢得了众多荣誉。如今，随着官宣的临近，粉丝们更是翘首以待，期待明天正式官宣的消息。对于网友的评价，有人认为纪梵希美妆不如 Prada， 更别说与唐嫣的欧莱雅、杨幂的雅诗兰黛等一线品牌相比了。对此，粉丝们表示不满，但也有人表示理解，毕竟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同。不过，从粉丝的自我狂欢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赵丽颖的期待与支持从未减少。此外，关于词条加一个 LVMH 旗下 Givenchy 的建议，虽然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但从粉丝的反应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亮点。毕竟 Givenchy 作为全球知名的时尚品牌之一，与纪梵希美妆的合作无疑将为赵丽颖带来更多的关注和机会。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成为纪梵希美妆的全球彩妆代言人预热活动，不仅展示了她的美丽与实力，也预示着她在未来的时尚领域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据悉，赵丽颖在彩妆方面的表现备受期待，无论是妆容还是造型都让人眼前一亮。与此同时，赵丽颖背上的力量感也让人印象深刻，这背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和自信。不得不说，赵丽颖在时尚领域的表现越来越出色，未来可期。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这次合作预热活动对于品牌和明星的意义。这不仅是对赵丽颖个人魅力的肯定，也是对纪梵希美妆品牌形象的提升。同时，这也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和关注度。可以说，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对于网友们的讨论和期待，我们也不得不关注。有人表示支持赵丽颖成为纪梵希美妆代言人的决定，也有人表示期待她在未来的时尚造型和妆容方面的更多精彩表现。而对于这个合作是否会真的到来，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在社交媒体上，对于赵丽颖成为纪梵希美妆代言人的消息，网友们的反应热烈。不少人表示想要看到更多赵丽颖在纪梵希美妆产品上的精彩表现，也有人开始关注后续的活动和资讯。总之，这个合作的消息无疑引起了年轻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总体来说，这次纪梵希美妆与赵丽颖的合作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从粉丝的期待到品牌的意义，这个合作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充满期待。赵丽颖正式官宣成为纪梵希全球代言人，这不仅是个人时尚之路上的高光时刻，更是国产女演员在国际高奢品牌代言领域中的一次破圈式突破。她没有背景光环，没有资本推力，却一次又一次用作品说话，用气质征服镜头，用成长写下传奇。这一次，她以极具东方韵味的面孔与独立自信的姿态，站上了全球顶尖品牌的代言舞台，引发全网热议。业内同行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她在时尚圈的地位与潜力。对比许多起步极高、一路资源开挂的女明星，赵丽颖的这份代言更显得来之不易，分量十足。曾几何时，时尚与赵丽颖之间仿佛是两个平行世界。她刚出道时因脸圆，个头不高，被时尚圈拒之门外。在那个审美尚未多元的年代，时尚杂志、
品牌活动鲜少向她伸出橄榄枝。她不是超模身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脸的代表，可她没有放弃，一步步积累作品，用角色诠释审美的广度，用硬实力争得更多曝光机会。后来，从乘风破浪到幸福到万家，再到风吹半夏，赵丽颖在荧幕上不断呈现出新的形象，逐渐积攒其属于她自己的气场。而这一份气场，终究被纪梵希看见并选择。这次官宣不只是品牌方与艺人之间的签约，更像是东西方美学、品牌文化与东方演员之间的一次深度共鸣。赵丽颖近年来在红毯、杂志、品牌活动上的表现越来越稳，越来越高级。她的美不再局限于甜美可爱，而是升华为一种历练后的知性与克制。这种气质变化与纪梵希近年来倡导的现代、先锋、包容风格相契合，让她不仅是一个穿上好看的代言人，而是能真正诠释品牌核心精神的代言人。她的每一张代言图，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对内敛东方美的精彩演绎。背后最令人震撼的是她的逆袭路径，从农村走出的打工女孩到时尚圈顶流代言人，赵丽颖的成长旅程几乎每一阶段都踩在质疑之上。在娱乐行业，流量女星们往往在走红初期就迅速进军时尚圈，但赵丽颖不同，她把10多年都用在了演戏和自我打磨上。等到真正厚积薄发时，她的时尚之路不再是浮于表面，而是沉淀后的高阶呈现。当她穿上纪梵希最新高定礼服站在聚光灯下时，不是赵丽颖穿了纪梵希，而是纪梵希由赵丽颖演绎出新的生命力。这一消息官宣后，全网热议不断，有人惊叹，终于等到赵丽颖拿下国际代言了；也有人质疑纪梵希为何选她。但无论是支持还是质疑，其实都在印证一件事：她的代言影响力确实震动了整个圈层。从微博热搜到各大营销号，乃至海外华人社群，她的形象刷屏般传播，话题度堪比顶流偶像。这不是品牌单方面的推动，而是她自身与粉丝、媒体、行业之间长期建立的正向连结作用的体现。而除了个人层面，这次代言还标志着国产女演员在国际品牌审美话语权中的一次小型胜利。多年来，高奢品牌代言多由西方面孔主导，亚洲代表多是日韩艺人，而大陆女星常常仅止于品牌大使或地区代言人。赵丽颖成为全球代言人，意味着品牌愿意为她背书，认可她的形象能够代表国际化视野。这种从试探到全权的转变，反映出行业正在重估中国女演员的价值与影响力，而赵丽颖正是这个转型浪潮中的标志人物之一。这也不禁令人反思，为什么偏偏是赵丽颖？答案其实很简单，她够稳、够真、够努力。她的演艺路线没有走捷径，她从不依赖绯闻博流量，也不靠话题强行出圈，她用角色说话，用作品留名。她不会在镜头前刻意摆拍浮夸，也不会在红毯上刻意出位抢镜。她更像是一位深藏功与名的匠人，不动声色地雕琢每一个细节，最终在一个又一个时刻悄然爆发。纪梵希的选择背后，其实也在向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真正有内涵、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艺人，终究会得到时代的回应。而赵丽颖就是那个回应最响亮的人。她证明了，时尚不是一张脸，而是一种沉淀和选择的过程。她证明了，东方女性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优雅又坚定地站在国际舞台上。她也证明了，逆袭不只存在于剧情里，现实世界同样精彩。写到这里，其实心中也有很多感慨，想对每一位关注她、支持她的朋友说：赵丽颖的成功不是孤立，而是一种可能，一种鼓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不断努力的希望。她用10多年的坚持告诉我们，天赋或许会决定起点，但决定终点的是努力、韧性与始终不懈的自我更新。她不是一夜之间成为纪梵希代言人，而是用无数个夜晚积累下来的光芒，
终有一日照亮整个时尚舞台。希望你我在欣赏他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努力不被看见却终将被看见的坚持。在赵丽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与成功，更是平凡与非凡之间的那道闪光缝隙。她用一身白衣，一张微笑的面孔，一双坚定的眼睛，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面前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王一博巴黎逆袭，羊毛卷造型爆火，网友惊呼从路人到顶奢宠儿。顶着羊毛卷惊艳巴黎的王一博，用36小时往返的拼命三郎精神诠释时尚，从背潮油腻到香奈儿全系列大满贯，草帽勒痕见证顶奢代言人的蜕变。3天切换贵公子、滑板少年、荒野诗人，那条铜表链宣告着艺术与商业我全都要的野心。3个月前还被嘲油腻显老的王一博，这次在香奈儿高定大秀上直接上演了绝地反击。顶着精心设计的羊毛卷发型，穿着亮片刺绣外套搭配燕子胸针亮相，连 Vogue 都盛赞这是东西方美学的完美碰撞。要知道这位拼命三郎可是向新剧请假36小时飞来巴黎，凌晨还在酒店健身房狂练，就为了穿猎装更好看。36度高温下裹着厚外套后场时，后颈被草帽带勒出的红痕都是明星光环背后的真实代价。这次造型师把王一博的头发当艺术品打造，蓬松的卷发不仅呼应服装纹理，还被香奈儿总监调侃让巴黎的风成了时尚助手。网友翻出他3个月前同款卷发被群嘲的对比图，时尚博主刀姐一针见血，带着顶奢代言人的自信，连头发丝都能引领潮流。从 Met Gala 的液态金属装到这次登信荣宫装，王一博8年时尚路越走越勇，成为首个香奈儿全系列大满贯中国艺人。更绝的是他3天切换3种风格，晚宴的白金礼服贵气逼人，机场破洞牛仔裤秒回滑板少年，T 台草帽造型又变身荒野诗人。唯一不变的是那条铜表链，仿佛在说资本宠儿、亚文化偶像、艺术探索者，我全都要。当新片票房破5亿时，他却在拒绝其他奢侈代言。工作室那句与香奈儿是艺术共生的宣言，比任何合约都霸气。现在谁还记得当初的嘲笑？王一博用实力证明，真正的时尚 icon， 连头发都是改写了审美方向。在这个信息瞬息万变、流量更替迅速的时代，娱乐圈的顶流2字从不轻易赋予谁，而能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竞争环境中稳坐热搜，持续输出优质形象的艺人，更是凤毛麟角。王一博正是这样一个在安静中积蓄力量，在争议中不断成长的存在。此次他以全新羊毛卷造型惊艳亮相巴黎时装周，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其固有的冷酷、克制印象，完成了一次视觉上的全面进阶，也让从普男到奢宠的转变成为热议焦点。回看王一博的起点，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浓颜系男明星，他的五官不夸张，线条不锋利，但却耐看、有质感，更具时尚品牌青睐的空白感与变化空间。曾有人评论他是镜头下的调色盘，既能清冷寡言，也能凌厉叛逆，还能柔和温婉。这种气质上的模糊性反倒成了他最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当今高奢品牌愈加倾向独特辨识度而非标准美貌的趋势下，王一博的存在感愈加鲜明。此次巴黎之行，他大胆尝试羊毛卷发型，打破过往利落冷峻的直发形象，混搭层叠珍珠项链、高级西装与街头工装元素，一举斩获外媒最具先锋精神中国面孔的称号。这不仅是个人造型的突破，更是国际舞台对他个人风格的认可。这场从普男到顶奢宠儿的逆袭，其实远非偶然。过去几年，王一博在娱乐工业的各条跑道上默默耕耘，从舞台出圈、影视沉淀，再到公益布局、文化建设，他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张扬却极稳健。而正是这种慢热型、非爆炸式的成长路径，让他在流量的潮水退去后仍然立于不败之地。
此次巴黎时装周期间，他不仅是看秀嘉宾，更是品牌在全球战略中的传播者。他在镜头下从容不迫的姿态，与各国时尚界人士的互动，甚至在街拍镜头中展现出的自然仪态，都体现出他作为时尚面孔的成熟力。这份沉稳不是一夜之间习得的，而是日积月累磨练出的高奢感。网友们在讨论他的造型时，除了对视觉惊艳的第一反应，更多人谈到的是他终于敢放开自我了。这句看似调侃的话，其实道出王一博一路走来最大的瓶颈：太压抑、太克制、太不愿表达。面对面无表情、没有综艺感等质疑，他选择以实际行动回应，不迎合，不讨好，但每一次出现都自带更新，从不复制昨日的自己。正因如此，他的转变才显得格外珍贵，也更有引发共鸣的力量。当然，这份转变背后也离不开团队的审美提升与市场策略调整。从巴黎行的整体路线来看，无论是秀前预热、机场造型、街拍曝光，还是秀场表现，都展现出极高的视觉掌控力。羊毛卷造型之所以能迅速出圈，不仅因为它与众不同，更因为它精准拿捏了复古乘以新锐乘以性格感的三重叙事，在镜头下极具张力。更难得的是，这个造型并非盲目模仿西方潮流，而是在亚洲男星极少挑战的柔感气质上做了加码。搭配他本就干净的面部线条与清冷气场，竟生出一种90年代复古偶像的氛围感，也因此打破了他不适合时尚的刻板评价。面对网友路人逆袭的评价，王一博或许无需亲自回应，他从不喜欢解释，也从不急于反击。他只用时间、作品、状态、进步，一点点交出答案。这次巴黎时装周之后，不少外媒对其评价道，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惊艳，但却拥有让人忍不住一再回望的吸引力。而这种回望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赞赏。这份吸引力来自于他不盲目、不油腻、不造作的气质，也来自于他对审美边界的不断挑战和自我刷新。巴黎之行对于王一博来说，或许只是他外部形象蜕变的一个切面，而更深层的内核改变，早已在过去的100多个日夜里悄然发生。从演员到公众人物，从舞者到文化传播者，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偶像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多维度、不断自我定义的青年样本。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是那个害羞的避开镜头、谨慎发言的新晋偶像，而是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以一己之力为中国面孔争光的文化代表。他身上的那份不动声色，却又持续放电的力量，正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安静自信。最后，想送给每一位看见王一博成长的观众一句话：如果你也在默默努力，却常被质疑，那就继续做你自己，不需要解释，也不必急于证明。就像王一博一样，很多看不见的进步，终有一天会在对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而那一刻，不需要任何喧嚣，你本身就值得被看见。王一博用他的沉默和坚持告诉我们，从路人到宠儿，不是外貌决定一切，而是你能否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气场。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逆袭高光，并始终保持温柔而坚定的步伐。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